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他走进了毛泽东一辈子都不敢踏进的地方。中共四中全会刚结束不到1周，习近平就现身故宫。那里是历代帝王登基的地方，也是毛泽东口中的鬼门关。毛当年说过，那里水灭火，进去要折寿。可习近平偏偏踏进去了，还对着镜头说要让世界读懂中华文明。但问题来了，他说的中华是5000年的文明，还是70年的党呢？这一幕被外界形容为借龙气续命。毛泽东避鬼，习近平信佛，一个怕被冲煞，一个忙着求天命。更诡异的是，这一年他跑遍了中国的佛寺、密宗圣地，从白马寺、龙门石窟到雍和宫、清凉寺，看似文化之旅，实则是一场命运祈祷。紫禁城里的龙椅，没几个人敢坐，毛不敢，慈禧不敢，袁世凯不敢。那么，习近平这一趟是文化秀还是天命秀呢？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去了一趟北京故宫博物院，这回是看了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展览。故宫刚好也在搞建院100周年的活动，习近平一边参观一边发表了一段很有爱国味的讲话。习近平说，北京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要让故宫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习近平参观故宫是他在四中全会之后的首秀，也是习近平文化自信的新版本。习近平的这番话听起来确实挺动听的，情怀满满。但问题是，他口里的中华到底指的是5000年的文明，还是70多年的中共政党呢？他高喊的爱国商标，是不是换了包装的爱党口号呢？早在2017年，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给远道而来的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兰妮亚当起了导游，一起参观故宫前3殿。故宫是明清2个朝代历经500多年的皇宫，故宫前3殿分别为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前3殿不仅是紫禁皇城的中心，也是京城中轴线上最恢宏壮丽的建筑。过去，皇帝会在这里举行最隆重的皇朝庆典。在参观完故宫前3殿后，习近平向川普介绍起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下面是2个人的对话，耐人寻味。川普问：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还是更早？习近平说：有文字的历史是3000年。川普说：我想最古老的文化是埃及文化，有8000年历史。习近平说：对，埃及更古老一些，但是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川普说：所以这就是你们原来的文化。习近平回答：对，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叫龙的传人。川普听完说：这太棒了。在这短短的对话中，双方都埋下了弦外之音。川普一句这就是你们原来的文化，将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你们原来的文化不是现在的共产党的文化。习近平也听出来了川普的言下之意，赶紧补上一句：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黑头发、黄皮肤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了吗？大陆早就发现了新人种，名叫黄俄，他们也是黑头发、黄皮肤，但骨子里认同的是从前苏联传来的马列主义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目前霸占着汉唐疆土，毁灭着中华瑰宝，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毫无关系。目前大陆不愿做黄俄的中国人，就要被赶尽杀绝或者流放异国了。川普说的原来的文化是炎黄子孙信奉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观。习近平口中的原来的人，恐怕已经不是中华儿女，而是马列子孙了。
而要真正恢复原来的人，那只能抛弃中共。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的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了之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者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的时候都可以用。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的时候会流泪，适应了之后就好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花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的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那么，习近平为何在今年这个时候又踏进了故宫？是想去沾点帝王的龙气吗？习近平自诩比肩毛泽东，他走进故宫，倒像是主动去踩了老毛当年的禁区。根据解密资料，毛泽东夺权后定下9月9号进京，警卫部队编号是8341，他不回延安，不进故宫，都是依照高人算命的结果。毛泽东曾3度登上故宫城墙远眺，但都没有真正进入故宫。据说毛曾上衡山找瞎子仙摸骨算命，得到了8字天机，生不回延，死不犯禁。清朝的清字代表五行中的水，清朝的官袍都是黑色的，而且清朝爱新觉罗家族偏爱乌鸦，以乌鸦作为他们家族的守护神，而乌鸦的黑色还是属于水。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火星转世，老百姓又称他是红太阳，红色又见火。毛泽东担心水会泼灭火，所以不敢去紫禁城。同时，他也要避忌讳，不要被紫禁城内历代积累的怨灵侵害。因此，毛泽东住在离故宫不远处的中南海，就是不踏入紫禁城半步。故宫的太和殿里有一把至尊龙椅，据说毛泽东、袁世凯、慈禧、李自成这些人物都不敢坐。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皇帝召见文武群臣、商议设计大事的地方。至尊之龙椅就摆放在太和殿的正中间。根据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考证，太和殿的龙椅其实是明朝制品，有可能是嘉靖皇帝重建皇极殿时打造而成。清军入关后入主中原，就继续使用那把明朝龙椅。龙椅的上方安置了一个形似伞盖、向上方隆起的藻井，藻井正中雕有盘卧的巨龙，龙头下探，口衔宝珠。这颗大铜珠名叫轩辕镜，旁边还有6颗小珠。民间传说，如果不是受命于天的人，坐上宝座，轩辕镜就会掉下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据说李自成当年不敢在太和殿登基坐殿，就是怕轩辕镜。慈禧权倾天下，是晚清的实际掌权者，但他一辈子也没有坐过这把龙椅。袁世凯复辟称帝，也不敢去坐龙椅，对外宣称害怕遭到和大清皇帝一般的厄运。毛泽东早前看过一眼轩辕镜，雕着铜珠的大龙目光炯炯，吓得他一辈子没敢再踏进紫禁城，也知道自己不是当皇帝的那块料。刚才讲到毛泽东避忌讳，怕被紫禁城内历代累积的怨灵侵害，所以躲得远远的。北京故宫也确实发生过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
1992年的一天，雷电交加，正在故宫游玩的游客匆匆忙忙寻找避雨的地方，突然间一阵电闪雷鸣，灵异的事件发生了。在故宫红墙旁边，人们竟然发现了行走的宫女。那一次事件见证人比较多，不少人拍照留念，保存下来了一些图片资料。众所周知，故宫5点之后就清场，不允许任何人在里面游荡了。虽然没有官方的说法，但根据故宫的工作人员说，下午5点以后的故宫经常会出现一些灵异现象，包括会有一些宫女、太监一闪而过的画面，甚至听到里面传来的哭声。有人说这就是民间的阴兵借道事件，但也有专家表示，这是因为故宫宫墙里还有一种四氧化三铁的磁性物质，当雷电传到上面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变成一台天然的录影带。如果那时刚好有宫女从那里经过，就会被录制下来。当天空再次打雷，释放出电能时，就会阴差阳错的将之前宫女的录像再次放映出来。所以每到电闪雷鸣天气的时候，红墙上的这种物质就可以出现类似放映机的功能。但这种专家的解释也被一些建筑学家否认了，因为故宫墙壁已经被粉刷了多次，即便有四氧化三铁，也早就被覆盖了，不可能再起作用。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仍然是个谜。稀奇古怪的故事不间断地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绎，都让中共无神论的招牌有点挂不住了。虽然中共口口声声灌输无神论，文件上也写得明明白白，党员不得搞封建迷信，不得信仰宗教，但到了高层，情况就立刻另当别论。信佛的、敬神的、怕鬼的，样样齐全，肯定是比信马列的还多。从毛泽东开始，中共高官的迷信程度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南海高层的身边都有所谓的能人术士为他们排忧解难，求签问卦、看相看风水也都必在他们的行程中。习近平这次跑去故宫，也有分析认为他去故宫其实是去佛教佛堂拜密宗信物去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跟藏传佛教黄教的喇嘛关系特别好，大陆媒体都报道过。习仲勋跟十世班禅有40年的交情，达赖喇嘛也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说过，习仲勋非常友好，思想相对来说也很自由，人很好。达赖喇嘛1954年长时间在北京学习汉语，他当时送给了习仲勋一只昂贵的手表。达赖喇嘛说，习仲勋曾经展示过这块手表，还说，你看，这是达赖喇嘛给我的礼物。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习近平也相信佛家超自然力量。维基解密曾公布了一份习近平密友的电报，说习展现了对佛家武术、气功、其他有助健康的神秘力量，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浓厚兴趣。不清楚习是否真的有宗教信仰，还是仅仅是在寻找一种有助身心健康的方法。无论如何，习对此话题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习看上去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据说，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是雍和宫的常客。北京的雍和宫里供奉的就是藏传佛教黄教这一派的佛像，而紫禁城内有一个藏传佛教世界，遍布珍贵金铜佛像、法器、唐卡等文物。在历史上，统治者一旦出现权力危机，总会在宗教中寻求安慰。唐玄宗晚年大乱将至，频繁召见僧侣道士。明神宗后期国库空虚，却热衷寺庙祭祀，连皇帝都学会了临时抱佛脚。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再去故宫，是不是也要靠藏传佛教的密宗力量，以借帝王之气呢？还是要活到150岁呢？当党魁不再只依赖党政军，而要转向庙宇佛堂时，往往意味着他现在确实面临种种的危机。再看看今年习近平的行程：5月河南洛阳，习造访白马寺、龙门石窟；6月青海西宁，他走进了红觉寺；7月他躲到山西阳泉的药林寺、清凉寺；
8月，他跑到了藏传佛教的核心腹地。中共的四中全会一过，习又首先在北京故宫亮相，时间紧凑，地点特殊，从中原佛教古刹到青海藏传佛教寺庙，再到西藏本土和故宫的藏传佛教世界，感觉习近平对信仰宗教怎么越来越虔诚了呢？观众朋友，您怎么看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